新加坡做了一件在英联邦国家里不太常见的事，沿用了几十年的英国剑桥欧水准考试，从2027年起正式被自研的 SEC 全国统考取代。与此同时 ，Full Subject Based Banding 全面展开，计分也从大家熟悉的 LER5转向更聚焦的 LER4。对家长来说，最需要警惕的不是题会不会更难，而是你还在用旧制度的经验判断一套已经换了底层逻辑的新系统。接下来我们就讲清楚3件事：新加坡为什么现在要这么改，这套规则到底改了哪里，以及家长现在该怎么准备，才不会在过渡期走错路。新加坡家长的焦虑从来不只是因为考试改版，很多普通家庭，尤其是双职工家庭，把教育看得这么重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心疼孩子累，而是因为在一个生活成本高、竞争也很密集的社会里，教育仍然是最稳定的一条上升通道。过去，家长至少熟悉欧水准这套规则，什么源流，什么科目组合，怎么算分，大家心里大致有数。现在这层熟悉感被打破了。Full SBB 推开之后，孩子不再是一个整齐的源流标签，而可能是英文一个层级，数学一个层级，科学再一个层级，再加上 SEC 取代原有证书体系， LER4 又改变了计分重心，家长会突然发现自己以前那套判断方法不够用了。表面上看，选择变多了，弹性也更大了，但对家庭来说，真正增加的是判断成本，因为未来不再只是问孩子总分多少，更关键的问题变成孩子到底在哪几科有持续竞争力，哪些科目会决定他后面的路线还能不能保留。这就是很多家长这次不安的核心，不是单纯怕改革，而是怕自己看不懂改革，看不懂就很容易做错配置，路线也可能看错。不过，我们要先把一个误区拆掉， SEC 不是情绪化的跟英国切割，也不是为了制造新鲜感，它本质上是在做一件事，把最关键的评价权收回到自己手里。考试从来不只是考试，你用什么考试，背后其实就是谁来定义优秀，谁来设门槛，谁来决定哪些能力值得被奖励。新加坡过去长期沿用剑桥体系，有它的历史背景，也有现实上的便利。但当一个国家的课程体系、数据积累都已经非常成熟时，继续把中学毕业的核心认证长期建立在外部框架上，逻辑上迟早会碰到天花板。因为新加坡培养学生最终是为了本地社会、本地产业和本地人才结构服务，不是为了延续一层英式考试外壳。SEC 的意义就在这里，它不是简单的不要剑桥，而是把评价主轴转回新加坡本身。哪些科目组合更能反映学生能力？哪些路径更适合不同类型的孩子？母语要求保留到什么程度？这些都由本地制度自己来定义，来校准。你把这件事放回新加坡教育改革史里看，会更清楚。从吴清瑞时代强调效率、减少浪费，到后来不断修正过早定型的问题，新加坡教育一直都很务实，它不迷信形式，只看制度是不是好用，是不是适合国家下一阶段的发展。所以，新加坡走向 SEC 是它制度成熟后的主动设计。如果说 SEC 代表大的方向，那 Full SBB 和 LER4 就是规则真正落到孩子身上的地方。先看 Full SBB， 过去的源流制度，问题不在于它完全没效率，而在于它太早给孩子贴了一个整体标签。一个孩子可能英文很强，数学普通，也可能逻辑很好，但语言发展慢一点。旧制度下，他常常会被一个总标签框住。现在改成按科目进入 G1、G2、G3不同层级，理论上更接近孩子真实的能力结构。哪一科强就去更高层级，哪一科需要稳就按适合的层级来学。这当然更细，也更合理。但很多家长容易忽略一件事，标签变少不等于竞争变轻，它只是从粗放竞争转成了精细竞争。以前你看的是孩子属于哪个源流，现在你要看的是哪些关键科目能长期维持在更高层级，哪些科目会卡住后面的路线。再看 LER4， 这个变化很容易被低估。
过去 L1R5 的思维里，很多家庭会习惯用更多科目来平衡风险，这科失手。那科补回来，现在计分压缩到 L1R4，能拿来补位的空间更小了，核心科目的权重反而更高。换句话说，未来更不奖励平均地什么都学一点，而是更看重关键科目有没有真正站稳。再加上母语补考机制取消，信号就更清楚了。他给孩子更多路径，但也要求家庭更早看懂路径。那家长现在最该做什么？这里有3个非常实际的建议。第一，把孩子从总分思维改成科目思维，不要再只问这次平均多少，班上排第几。你要拆开看，哪一科有机会冲更高层级，哪一科必须守住底线，哪一科投入很多但边际回报不高。未来真正决定路线的，往往不是总分看起来漂不漂亮，而是关键科目能不能稳定支撑下一阶段门槛。第二，重新分配补习和时间。很多家庭的问题不是不努力，而是平均用力，每科都补一点，结果钱花了，孩子也累了，但真正决定路线的科目并没有拉开。L1R4 时代，这种做法会越来越吃亏。你要优先保住那些决定通道的科目，通常英文仍然是基础门槛，数学、科学、人文怎么配，要看孩子未来更适合 JC、Poly 还是其他路径。先做路线判断，再做资源配置。第三，母语不要再放到最后补救。补考机制取消之后，母语不再是以后再说的科目，尤其是平时在家里较少使用母语的孩子，更要提早准备。阅读、写作、口语表达都要前置，不要等到临考前才发现没有缓冲空间。想要攻克本地体系，就不能只盯着能不能考进来。真正的难点是进来之后能不能适应这种按科目分层、按路径配置资源的节奏。SEC 时代，家长最重要的任务不是把焦虑放大，而是减少误判，看懂规则比抱怨规则有用得多。所以，抛开表面的考试名称变化，这次改革真正考的不只是学生，也是一代家长的判断力。新加坡现在做的不是简单换一张考卷，而是把教育评价权、人才筛选权和制度解释权越来越稳地握回自己手里。对孩子来说，未来的竞争会更细、更早；对家长来说，最大的风险不是孩子不努力，而是大人还在用旧制度的记忆理解新制度的逻辑。你只要记住今天这3个核心就够了。主权代表这不是短期风向，分层代表不能再粗线条看成绩，前置代表很多准备都要比以前更早开始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欢迎订阅频道，也欢迎把这支视频转给正在研究选科和升学路线的家长。你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家孩子现在几年级？你最担心的是哪一科，或者哪一条路线？下一期我可以继续拆解在 SEC 时代下到底该怎么判断